小飞现在一个人在马路上开车，我要去看他，我不放心他。你不许去，你躲开！我不躲开！哎，你照着镜子看，你现在都成什么样？就是一泼妇！世界末日，这世界上每秒钟都有对夫妻在离婚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相信总会有一天，你还会后悔的。没事的。别的原因，他只是想跟我离婚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我早该料到的，只是到今天，我才敢面对。什么情况，我都代表你的利益，站在你这一边。也许你不相信，对这一天，我是有准备的。一朵云和青春结伴走过，一阵风和爱情嬉笑飘落，一条路听你我彼此承诺，一瞬间与一生一起蹉跎。我想把这座桥早知道每全部都纳入到我的总体规划都无法重新来过。我要让它旧貌变新颜。可是孩子，我就怕你和我变到最后，就像这座城市一样，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。还以为美好的东西，光阴会联系更多，却不知一朵花开过，就注定要掉落。走过每一次告别，是否留下承诺？每一次微笑，最后剩下你我，分离就剩下了沉默。可惜，我们的婚姻在明知始终没有成型。这就是我们的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吴婷，你爸爸，你父亲他不行了。爸，
您醒了，孩子，你认识我了？啊，你没事的啊。明明，快叫医生。好。你要敢跟吴婷离婚，我就没你这么个兄弟。建国，别当着老爷子说这个啊！哦，老爷子的后事都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。那墓地呢？墓地选好了，墓碑正在刻，下午就可以直接送过去，日子也定了，你就放心吧。你听听，多好的媳妇儿啊！你要跟他离婚，你就是个傻子，你缺心眼儿你。我走了。入土为安，爸爸安定了，我们也就心安了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吧？你应该已经收到我的律师函了。是。对不起，甜甜。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。你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。虽然我们之间有过承诺，但那也只是在在乎对方的时候才有效。你是一个好女人，我曾经想一直和你走下去，可是走到现在这样一个结果，我也非常遗憾。遗憾？难道有谁逼着你非跟我分手？难道你不是一个成年人，不能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？还是赵小飞给你下了毒，让你离开他就活不了？厉害，你无法自控，你喜新厌旧，就承认了呗。承认了这一点，至少你还是一个磊落的混蛋。你怎么骂我都不过分，只是我不想因为咱们俩的分手影响你对自己的判断。我选择赵小飞，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。没关系，在你心里，我不如赵小飞这个事实，并不会让我觉得自卑。倒是我想提醒你，赵小飞今天所能给你的一切，我曾经都给过你。只不过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些东西都慢慢消失了，这是不可逆的自然规律。所以，今天他能给你的，终有一天你会失去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又该怎么办呢？再去找一个更年轻的女孩？你放心吧，我会尽快签字的。不过，关于财产如何分配，
恐怕需要双方律师重新商谈。有个情况你也许不知道，澄海置业已经破产。不过在破产之前，我清理了一下个人财产，我现在留给你的，那就是我个人财产的全部。有个情况恐怕你也不知道，你失踪了以后，我接管了公司。澄海置业现在正在为蝶风阁4期开盘做准备。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一开始我就知道你在白鹿村，只不过这边事情忙，我没有去打扰你。不可能。你现在可以回公司去看一看，我说的到底是真是假。我重新拟了一份离婚协议，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财产分配做了调整。甜甜，我怎么也没想到这2个月你为澄海做了这么多的事情。我本来以为澄海已经人去楼空，可没想到它还在运转，而且有效益。谢谢你为澄海所有的付出。刘晓宇那40%的股份，我完全没有异议。至于剩下的60%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澄海集团总共70%的股份，都是你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的你不明白吗？澄海的60%，再加上我应得的10%，总共70%的股份，我1分钱不要，都是你的，明白了吗？这上面都写着，你可以自己看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已经签字了，就差你了。我走的时候，澄海已经是0，所以这70%不属于我。我说过了，你的钱我1分都不要。快签字吧。离婚，我同意，但是这么分割财产，我不同意。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我要重新拟一份离婚协议。
怎么了？领导，我们俩已经决定了要离婚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之前你们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太不让人省心了。妈，你们要离婚吗？是，这是我和你爸爸共同的决定。不行，不行，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英子，这是爸爸妈妈的事情，你不要管好吗？那怎么不关我的事？我是我们家的一份子，我有投票权的。这是我们深思熟虑的结果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你们等等，等一下。婷婷，你搬出去了。其实应该搬出去的是我，你不用搬。我不会再回去的。爸爸妈妈，你们还记得他们俩吗？记得，这是你3岁过生日的时候，爸爸给你买的。我3岁的时候，你跟我说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可以一个人睡觉了。就是因为你当时睡觉老害怕嘛，所以我就给你买了2只熊猫。从那以后，每天都是他们2个陪你睡。我给这个起名叫塔塔，我给这个起名叫小小。是因为，其实我在心里边已经把这个当作是爸爸，这个当作是妈妈。那天晚上关了灯，其实我真的很害怕，但是我只要看着他们2个在我枕头边上，我就觉得你们俩是一起陪着我的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离开我，我要你们永远都在一起。英子，英子，别哭，别哭啊，好吗？不哭。英子，不哭，英子。是妈妈不好。啊。妈，你不能走啊！你不能走啊！怎么办啊？对不起，英子，对不起。爸，你赶紧把妈妈找回来，你一定要把她找回来！我要你，我也要爸爸，我要你们都在一起。爸，你答应我，答应我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我答应。英子，爸爸会处理好，你放心。你答应我了，我就当你答应我了。你答应的一定要做到，你说到做到。答应，答应。我等你的好消息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
已经过去了，心停在哪儿了？这么久了，该说什么呢？现在该去哪儿呢？回来了，快来喝汤啊！家的门已关了，还能有温暖的趁热喝吧。地方唱什么？你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得不到，你谁都想讨好，注定和谁都好不了。你其实都知道，别说你做不到，错把犹豫当解药，中了软弱的圈套，什么都得不到。其实都知道，别说你做不到，错把犹豫当解药，成了软弱的圈套，什么都得不到。李海签字了吗？为什么？他不同意财产这样分割，那他要怎么分？他1分钱都不要。他要把陈海70%的股份都给我。我从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夫妻，别人为了分财产，打得头破血流的，你们倒好，谁都不要。不过李海能做到这一点，我还是很佩服他的。小雨，陈海现在只是暂时没有了债务危机，但是后面的路还很难。我想，真正能够带领陈海走出危机的人，是李海。你的意思是，不管最后股份的归属是什么样的，你都希望李海继续出任陈海的 CEO？ 是。作为丈夫，他很糟糕，但是作为老总，他确实很优秀。OK， 我来找他谈。白先生，你好。首先，我感谢你在陈海最危机的时候伸出援手。不用谢我，要谢吴婷。再者，我也不是在助人为乐，我在为我的客户寻找最大的利润。你这么做就对了，因为在明年春节之前，楼市一定会复苏。是吗？我记得你曾经预测过，楼市会在地震后3个月复苏。结果呢？差点倾覆陈海。你觉得蝶峰阁4期什么时候开盘比较合适？这你应该去跟吴婷商量。我在陈海已经没有发言权。我知道，就股权归属问题，你们还没达成协议。但我和他有共识，那就是，无论你还是不是陈海的股东，我们都希望你能继续出任陈海的 CEO。你觉得我在陈海干 CEO 合适吗？仅从才能来说，挺合适的。我没有做到，吴婷做到了。我认输的，吴婷坚持下来。我没有脸面再回陈海。如果仅仅是因为面子问题，你更应该留下来。在陈海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，你输给了吴婷，
现在陈海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的发展。如果你要找回你的尊严，这是最后的希望。我没办法面对吴婷。吴婷用自己全部的身家，换来陈海一个生存的机会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愧对他的话，把陈海带出目前的困境，是你对他最好的回报。好吧，这事儿我暂时答应了。不过，一旦陈海走上正轨，我马上辞职。那现在我们可以谈下一个问题。作为吴婷的律师，我全权代理她的所有权益和事宜，包括离婚。关于离婚的事儿，我会和吴婷当面谈，就不麻烦你了。不好意思，吴婷不想再见到你，要谈，你只能和我谈。那请你转告他，离婚可以，可条件陈海归他。他不会要的。那我就不会签。你这样的坚持有什么意义吗？除了能减轻你自己的负罪感之外，你觉得钱能减轻带给吴婷的伤害吗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吴婷，可有些事儿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选择的。你有的选择，你可以选择忠诚，但你选择了背叛；你可以选择吴婷，但你选择的是赵小飞。巴地大地震发生的时候，赵小飞不顾自己的性命，跑到陈海楼上来找我，来救我。一个女孩子为了我连命都不要，要换做你怎么选？你只知道赵小飞为你不顾生死，你不知道的是吴婷也这么做。地震发生以后，通讯全部中断，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。所有人，包括英子，都在阻止吴婷回国。可他为了你，第一时间赶回了简阳。这是他当时留下的遗书。遗书？吴婷为了你，做了最坏的打算。他决定回简阳，就没打算再活着回来。地震那天，如果吴婷在简阳的话，她同样会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冲向陈海的楼顶。所以，如果你对吴婷还有愧疚之心的话，就别再纠缠什么股份，把这份协议签了。你已经毁了她的生活，请还给她一个平静。我可以签字。但是，给我留点尊严啊！我不想现在签。既然吴婷让陈海起死回生，我也一定会让陈海重振旗鼓。等到蝶峰罗斯企开盘大卖之后，这个字我一定签。不过，陈海的股份全部归他。如果他也不要，那就给英子了。跟你在一起的20年时间，我们经历了很多，我们闹过，吵过，甚至走到了分手的边缘。但是到现在我才发现，如果不是因为爱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我要谢谢你，曾经那么深、那么真的爱过我。让我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生命的意义。
进去。李海刚打电话给我，说下午有重要的会议，希望咱们俩参加，是关于澄海未来发展计划的。李海回来了，澄海就跟我没关系了。怎么会没关系呢？你是股东啊。我从来就不是。在转让手续完成之前，你依然是。作为股东，你就必须履行你的责任和义务。况且，就算是转让手续完成了，作为英子的监护人，你也应该参加。我不想再见到他。不好意思，没迟到吧？还有一位股东呢，他有事情，走不开。请走。那各位，咱们开始吧。李总，4期的工程进展很顺利，下个月能够实现正负零。我这边也做好了下月底开盘的准备。不行，太晚了，这个月底必须开。那么急啊？可专家的预测，房地产的春天是在明年下半年。我请你们注意几个数据，一个是最近股市的走势，第二，银行利率和准备金率的几次调整，第三，地方政府出台的鼓励性税收政策，第四，金融风暴之后中国 M2的增量。所以，股市的春天一定会在明年的年初到来。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，要赶上这一波暖流。叠分割4期，这个月底必须开出来。李总，工程这边很难在这个月全面完工。如果月底之前不能实现正负零，你打辞职报告。刘少云，你也一样。我努力。我不要你们努力，我要你们拼命。是。婷婷啊，你公公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呀？啊，处理完了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办，办完了我就走。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。正好今天晚上啊，你们就在家吃饭吧。你爸呀又新学了2道菜，去给李海打电话，叫他早点下班啊。不用了妈，他挺忙的。你们俩是不是又吵架了呀？没有。那我去给他打电话。哎妈，别。婷婷啊，你瞒不了妈，你们俩肯定吵架了。正好，叫他回来吃饭。到时候我和你爸再劝劝他，吃完饭你们俩一块儿回去，这事儿不就完了吗？啊，不要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本来我不想告诉你们，怕你们操心，但这个事情你们迟早会知道的。我决定跟李海离婚。离婚？对。老头子，老头子，说什么了？女儿和女婿要离婚。为什么呀？在有些事情上，我们有不可调和的矛盾。不是我和你妈这样，我们都过得下去，你们俩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？是啊，你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呀？是不是李海的老毛病犯了？没有。那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啊。这次是我想好了，我想离。我说婷婷啊，你是不是越过越糊涂了呀？这我不同意离啊。我也不同意。爸妈，如果你们爱我，就支持我。不是你这么做太草率了。是啊，我们2个人怎么能支持你们这种事情呢？
爸，我这次真的不是草率，我想了很久很久，我决定了。李总，我这还有一个问题。你说，如果月底开盘，那么本周就要启动宣传推广，可是我们的资金……你看我干嘛？我又没钱，我还等着你们回款呢。钱，好，我来想办法。那好，还有问题吗？刘先生，暂时没有。散会。刘先生，他还好吧？他会很好的。你说这事怎么办呢？哎呦，这是婚姻大事啊，这可不能由着他性子来啊。是啊。哎，你说，这回是不是咱们婷婷出问题了呀？不会吧？我是在想。婷婷长得像我，太漂亮了。她从小就招人，会不会？是吗？还有这事儿呢？你招谁呀？我说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打哈哈，我都快急死了。要不然这么着吧，我明天啊，再去找李海谈谈。李总，您妈妈来了。啊，那快请进来。哟，那有事您先忙。多谢。咱们回头再说。好，再见啊。哎，替我送一下。孩子，来，来，您坐。你坐，来，挨着妈坐。孩子呀，妈问你，你和婷婷到底怎么了？她说你们俩人要离婚。你们不是真的想离婚是吧？孩子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妈，我们俩之间的确是出了点问题。你们能有什么问题呀？你们说，你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的，英子也大了，现在你们这个年龄不正是轻松的时候吗？啊？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婷婷都没跟你说。我问他了，他说你们俩有矛盾，调和不了。我当时还以为是不是你又犯那，他跟我说不是，可是不是，你们能有什么矛盾不能调和呢？都是我不好。孩子，你跟妈说实话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真的是我不好吗？我对不起婷婷。我配不上他。你们俩人都配了20年了，怎么现在倒不配了呢？不过妈，有一点啊，不管我以后和婷婷怎么样，您永远是我妈，这一点不会变。孩子，妈知道，你不想离婚，都是婷婷在闹呢，是吧？是不是？你放心，要是婷婷这样，妈去做她的工作。不，您真的不用再去找婷婷，都是我的不好，离婚是我的责任。孩子呀，
我和婷婷的爸爸都不愿意看到你们离婚，可是你们俩人的态度都这么坚决，你们的事情我又管不了。我只是希望你们能过得好一点。其实我的想法跟您一样，只要婷婷过得好，我怎么都行。你忙吧。妈。蝶峰阁4期这个月底开盘。这么说，要到月底他才签字啊？其他人都认为，应该再过几个月，但李海坚持。他这么迫不及待吗？他应该是基于市场的考量才这么说的，跟你和他应该没什么关系。月底开盘会有什么风险吗？我相信李海的能力和判断，但风险依然存在。澄海的资金依然很紧张，前期推广费用还没着落。我说今天坐着跟我聊天的是谁呀？是那个以前不食人间烟火的吴婷吗？哎，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不食人间烟火，结果就是远离生活，最终被生活抛弃。这事儿你怎么不让李海过来跟我谈啊？我们分开了。什么？那你还帮他干嘛呀？我不是帮他，我是帮我自己。我想为自己活一次。所以，寇丽小姐，我现在跟你一样，也是一个剩女了。哎呦，剩女不好当啊。是吗？我觉得你当得挺滋润的。那都是假象。哎，你还记得我以前夭折的那个纪录片吗？记得。我想是时候重新把它捡起来了。寇律同意了。同意了。是吴婷说服的他，你可以办人机电视台签协议了。另外，吴婷让我转告你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希望蝶峰阁4期能够尽快的开盘，好给你做一个彻底的了断。所以你不必感动，也不必感谢。我就是要感谢他。我就是要感谢他，不可以吗？我会转告他。再见。你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得不到，你谁都想讨好，注定和谁都好不了。你其实都知道，别说你做不到，错把犹豫当解药，就能软弱的倦躺，什么都得不到。城市电视台新闻播报：蝶峰阁4期今日开盘。该小区位于本市的繁华地段，是以生态花园式环境为主的高档社区。下面请80号到100号的顾客做准备。
4期开盘。是啊，前段时间电视里的宣传力度可大了。马总，你没留意？您是不是觉得应该把澄海发展成咱们的客户？我有他们的老总电话，您不用。他们老总是我从前的老板，那不更好？密切关注今天的开盘情况，然后尽可能多的收集澄海的动态。好的。李总，南县政府新推出了几块地，其中有一块就在那块地旁边，很可能跟咱们形成极大的竞争。李总，所有资料都在这儿呢，您要不要看一下？蝶峰阁4期今天开盘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？为什么好着急的？你有1个多亿的投资在里面呢。我相信李海的能力，相信他一定会成功，所以，我一点也不担心。倒是你在担心什么呢？让我猜猜。钱？肯定不是。你连澄海的股份都可以不要，钱不会让你分心的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在担心李海，担心他的胜负，对吗？不，跟他没关系。那你为什么一听说蝶峰阁4期没有推广费用，就立刻去找寇吕呢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想尽快跟他了断。李总，李总，好消息！1批次的400套全部售罄，2批次的续航量已经达到了900。现在现场人还很多，我得马上出去控制一下，就来给你报个喜讯。好，知道了，再见。怎么说呀？400多套，一抢而空，回款3个多亿，澄海活了。不过，后面李海跟我说，他正在拟新的离婚协议。拟好以后，请你签字。回到从前，能回到从前。你和你要干什么？你胡来！撒手！有人开门的感觉真好。这什么味儿啊？你放蜂蜜了？那怎么甜呢？讨厌！就算你去了加拿大，我的心也跟你们俩在一起。李海，李海，李海！看来你已经记住我的名字了。李海。
我跟李海准备正式离婚了。对不起。你不必抱歉，也用不着庆幸。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。为你自己。虽然我失去了婚姻，但是我找回了我自己。从我知道你存在于我和李海的婚姻生活当中那天起，我就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跟李海那么坚若磐石的婚姻，这么轻易的就会被破坏掉？我想不通。我一直在找问题，我也一直在反省自己。说实话，到今天为止，我都认为这世上没有几对夫妻能够像当年的我和李海那么般配，那么相爱。似乎走进婚姻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但是我忘了一点，婚姻是需要经营的。婚姻呢，绝不会因为你有美好的开头，就会顺着这个惯性得到一个美好的结局。这么多年，我把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家庭上。为了照顾他们，我放弃了事业，放弃了自己。我在为家庭忙碌的时候，李海一直在成长，而我却在原地踏步。实际上，我跟李海的距离越来越大了。吴姐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跟你没关系。就算你们的婚姻出了问题，但是你还爱着李海，不然你不会这么痛苦。这也正是我愧疚的原因。爱，准确的讲，应该是亲情多一些吧。毕竟我们在一起20年，不舍、痛苦都是难免的。但是我相信，我会在今后的生活中，把李海留给我的这些习惯，一点一点地剔除掉。当然，也许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。吴姐，你不用这样。小飞，我今天约你，其实也是因为我那割舍不掉的一些惯性吧。我希望我爱过的男人，在我离开之后，不至于生活得太狼狈。我也希望他的第2次婚姻能够避开我们婚姻生活中的暗礁。所以，我有些话要嘱咐你。李海呢，他有一些习惯，他不喜欢穿系带的皮鞋，他也不喜欢穿任何有条纹、有颜色的衬衣，只喜欢白颜色的，而且衬衣要1天1换。他喜欢吃甜食，所以你要在他的车里，在他的包里，在家里，在办公室里面，记得给他放一些巧克力。他不喜欢剪指甲，你要记得定期给他剪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他每天下班回家都要喝汤，这个汤的温度一定要在60度左右。这是汤的配料和做法，希望你能够很快学会。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吗？吴姐，据我所知，李海没有做出任何决定，所以是我做出了决定。那方面不算。李海曾经说过，程海
一旦危机解除，他就会签字。现在公司已经完全走上正轨，我跟他也到了该分手的时候。我请求您别这样，好吗？过几天我就要回加拿大了，我相信以你的聪明和才华，你会让这个男人很幸福的。所以在这里，我就不祝福你们了。慎重的考虑一下。我们都考虑得很清楚了。李海呀，提起你的时候，那个心痛啊，那可不是装的。妈，这事你就别管了好吗？我有事先挂了啊。李海到了。好的。要不要我陪你去？字儿我已经签了，就差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就在教堂镇的一条乡村公路上。这条新闻我记得最清楚。对，那是在1998年。作为一名主播，他本可以待在演播室，但是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，他坚持要到洪水最凶猛的地方进行现场报道。当初就是这条新闻让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当一名记者，要当吴婷这样的主播。当他辞职去当全职太太的时候，我们台里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很遗憾。我也开玩笑的跟他说：“你不会觉得后悔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只要为了李海，我付出什么我都觉得是值得的。”你觉得他付出的值得吗？吴婷应该自有答案。小飞，其实啊，你和吴婷一样，都是非常优秀的女人。本来你们两个可以成为好朋友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相互伤害、相互为敌。但是这仅仅就为了一个男人，你觉得值得吗？唉，我觉得不值得。在你正式签字之前，我想有几句话要说。一直以来，我都认为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，我努力工作，让老婆孩子衣食无忧。我盖的房子向来是最好的，我从不拖欠工人工资，甚至在公司破产的时候，我仍然努力想办法安排每个员工的退路。可是现在在你面前，我才知道我对责任的认识
非常浅薄。当困难排山倒海来的时候，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男人绝不会轻易绝望。他应该选择知难而上，而对待一个家庭，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男人，也不仅仅是挣钱养家，而是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去想办法弥补，去争取解决，然后再重新开始。你也别太责怪自己，我也有错。错在我。不，以前我一直简单的以为，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、陪孩子，做好你的贤内助就是婚姻的全部。直到在澄海这段时间，我才发现，我对你的工作几乎不了解，或者说，我是不想了解的。所以在你的事业上，我从来没有给过你任何的关注和支持。从这方面来讲，我在婚姻当中是不作为的一方，得到现在的结果也是必然的。你这么说让我无地自容。我说的是事实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知识都可以通过学习去获得，但唯独在经营婚姻上，却要靠失败去感受。教训太多了。你为澄海做了许多，你给我的也很多，可是我给你的却只有伤害。这是用钱没办法弥补的，已经不能挽回了。这最后呢，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句，谢谢你，婷婷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我还记得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制片人，曾经在筹划拍摄一个保护古建筑的纪录片，可是因为怀了婴子，不得不终止。我想现在，这仍然是你的一个梦想。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一些资料，这就算我最后送给你的礼物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也好，这样你们都可以尽快的开始新的生活。照顾好。